大家好，我是大熊。2008年4月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可可市这个以肯尼迪航天中心闻名的小城，当晚被警笛彻底撕裂了宁静。在哈迪维尔社区一栋不起眼的出租屋里传出了枪声。等警方赶到时，一男一女已经倒在血泊中，失去了生命。开枪的人没有逃跑，他就躺在自家的车道上，手里攥着一把手枪。整个街道的人都认识他，这个男人名叫帕特里克·沃伦，死去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凯莉，另一名死者叫乔纳森，是凯莉女儿的未婚夫。消息传开后，人们很快为这场悲剧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解释：丈夫发现妻子出轨准女婿，愤怒之下开枪杀人。这种说法概括了结局，却解释不了真正的问题。一个曾经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男人，为什么会走到拿起枪的地步？一段曾经令人羡慕的婚姻，又是如何被一步步推向毁灭的？答案并不在那段婚外情本身，而是藏在一个更隐蔽、更荒诞的地方。帕特里克和凯莉的故事开始于宾夕法尼亚州。高中时期，帕特里克对这个从阿拉斯加搬来的女孩一见钟情，两人从校园一路走到婚姻，后来又有了3个孩子 PJ、考特尼和杜恩。1997年，一次旅行让凯莉喜欢上了佛罗里达州温暖的气候。回到宾州后不久，两人便收拾行李，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可可市。帕特里克在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凯莉则去了肯尼迪航天中心做保安。一家人的日子算不上富裕，却过得安稳踏实。他们先在哈迪维尔社区买下了一栋小房子，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又买下街对面的另一栋房子用来出租。那段时间，他们家一直是社区中最热闹的地方。每到周末，帕特里克和凯莉总会邀请邻居到家中烧烤，附近的孩子也喜欢聚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玩耍。在 PJ、考特尼和道恩的记忆中，父母一直十分恩爱，家中很少出现争吵。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后来被一个17岁的女孩打破了。这个女孩名叫安德利亚，是帕特里克年轻时与前女友所生的女儿。根据帕特里克兄弟的说法，安德利亚从小跟随母亲在新泽西长大。由于母亲一直不希望她与帕特里克联系，过去的17年里，这对父女几乎没有见过面。但在2006年，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一年，安德利亚因为不愿服从管教，被母亲赶出家门，一度流落街头。得知女儿没有地方住，帕特里克没有丝毫犹豫，很快把安德利亚接到了自己家。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也是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可帕特里克忽略了一个问题：血缘可以让一个人走进家门，却不能让几个从未共同生活过的人立刻成为家人。安德利亚搬来后，很快表现出了对这个新家庭的不适。他喜欢在房间里吸烟，而帕特里克家的规矩是不允许任何人在室内吸烟。凯莉要求他到屋外去，他却认为这是全家在故意针对自己。类似的摩擦还有很多，但真正让情况恶化的是，安德利亚感到自己受到排斥后，开始不断挑拨家人之间的关系。他有时站在帕特里克一边指责凯莉，有时又拉着弟弟妹妹对抗父母。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逐渐失去秩序，过去几乎从不在孩子面前红脸的帕特里克和凯莉也开始当着孩子们的面激烈争吵。有一天晚上，争吵彻底失控，帕特里克动手打了凯莉。凯莉随即带着孩子们离开，在亲戚家住了2个星期。帕特里克事后十分后悔，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他爱凯莉，爱3个孩子，但同时也放不下对安德利亚的责任。冷静了一段时间后，凯莉最终回到了家。她愿意把那次动手看作帕特里克在巨大压力下的一次失控，也愿意继续和他修补这段婚姻。可是争吵可以平息，信任却很难恢复。一段关系一旦出现裂痕，即使表面重新拼合，也很难再回到从前。更糟糕的是，安德利亚并没有就此收手。不久后，他突然报警，声称自己遭到了帕特里克的侵犯。警方很快介入，并将帕特里克送进拘留所关押了一段时间。不过，由于没有证据支持这项指控，相关罪名最终被撤销。
在帕特里克的家人看来，这不过是安德利亚编造的又一个谎言。可对凯莉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过去。她虽然接受了指控被撤销的结果，心里却还是留下了一丝怀疑，因为她始终无法100%确信帕特里克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最终，安德利亚搬回了新泽西，重新与母亲一起生活。随着他的离开，帕特里克一家的争吵也渐渐平息。可平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经过去，帕特里克仍然无法摆脱那场指控带来的伤害。凯莉对丈夫的信任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坚定，他们看上去仍然是从前的一家人，只是彼此都清楚那场风波留下的隔阂已经很难彻底消除。然而，就在两人的关系最为脆弱的时候，凯莉突然说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2007年秋天，凯莉告诉丈夫和孩子，自己在15岁那年也曾生下过一个女儿。由于当时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出生后，她便送给了别人收养。如今，这个叫米西的女孩已经19岁，住在弗吉尼亚州。她不仅找到了凯莉，而且正怀着一对双胞胎，希望能与亲生母亲重新建立联系。帕特里克和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安德利亚带来的混乱还没有完全过去，如今又有一位失散多年的亲人突然出现，他们难免感到不安。但凯莉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她开始不停谈论凯西，谈论即将出生的双胞胎，谈论那个缺失了19年，如今终于能够弥补的母女关系。看着妻子满怀期待的样子，帕特里克最终选择了支持。毕竟就在不久前，他也才刚刚与一个从未陪伴过的女儿相认，那种错过孩子成长又迫切想要弥补的愧疚，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凯莉计划让米西和未婚夫搬到佛罗里达，住进街对面的出租屋。这样一来，等双胞胎出生后，母女俩便可以生活在一起，真正完成这场迟到了19年的团聚。2007年万圣节，凯莉亲自开车前往弗吉尼亚。4天后，她没有带回米西，只带回了米西19岁的未婚夫乔纳森。凯莉解释说，米西怀着双胞胎，身体状况很不稳定，需要留在当地接受医生照顾。乔纳森这次先来佛罗里达寻找工作，等孩子出生，米西的身体情况稳定后，他再带着双胞胎过来与大家团聚。由于出租屋的租客还没有搬走，帕特里克便让乔纳森暂时睡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乔纳森来的时候几乎一无所有，没有积蓄，也没有多少行李，但他年轻热情，很快便和几个孩子熟悉起来。他会陪考特尼去滑冰，陪孩子们聊天，也会经常说起自己即将出生的2个女儿。帕特里克也把他当成真正的家人，他为乔纳森在自己工作的百货公司找了份差事，两人每天一起上班。那段时间，帕特里克一家的氛围久违的轻松起来，大人们讨论该为双胞胎准备什么，孩子们则期待着在感恩节见到米西。他们开始接受自己即将多出一位姐姐，也开始想象成为舅舅和姨妈后的生活。然而，就在感恩节到来前，米西突然因为妊娠并发症取消了行程。全家虽然失望，却也觉得情有可原，毕竟没有人会责怪一个正在经历高危妊娠的年轻母亲。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临时取消只是漫长等待的开始。感恩节过去了，预产期也到了，米西仍然没有出现。直到第2年1月，乔纳森才告诉他们，米西已经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孩，分别叫戴斯蒂尼和斯凯勒。只是2个孩子都是早产儿，必须留在重症监护室，暂时无法离开医院。双胞胎已经出生的消息终于让一家人松了口气，漫长的等待似乎也有了尽头。亲友们开始陆续送来婴儿床、尿布和礼物。凯莉把米西和孩子们的照片拿给家人看，乔纳森则不断告诉大家，只要再耐心等一等，母女3人很快就会来到佛罗里达。就在这段等待中，街对面的出租屋终于腾空了，乔纳森搬了进去，凯莉则开始帮他整理房子。他在房间里摆好了2张小床，又买来双份婴儿用品，仿佛只要把一切准备妥当，那个迟来的女儿就会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可是米西始终没有来，凯莉留在街对面那栋房子里的时间却越来越长。
起初他只是白天过去收拾房子，后来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时甚至彻夜不归。 Kelly is dividing her time between Jonathan and her family. That really is starting to get at Patrick. And he's really now starting to question in his mind, do they have a relationship together? Is this real?邻居们渐渐察觉到了异常，一个30多岁的已婚女人长时间与自己19岁的准女婿单独待在一栋房子里，无论用什么理由解释，看起来都不像正常的岳母和女婿。甚至有人当面劝凯莉，如果真的想开始新的生活，就应该先离婚，而不是让这种关系继续下去。帕特里克也感受到了妻子的变化，凯莉突然养成了一天洗2次澡的习惯。每当他追问他与乔纳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凯莉总会生气地转身离开。她对丈夫和孩子越来越冷淡，花在乔纳森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却越来越多。原本为女儿准备的房子，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她与乔纳森的家。很快，怀疑变成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事实。凯莉不再刻意回避与乔纳森的亲密关系，乔纳森甚至给帕特里克发来带有挑衅意味的短信，直白地告诉他自己正和他的妻子待在一起。更残酷的是，帕特里克每天还要在百货公司与乔纳森见面，最终他只能辞掉工作，试图让自己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可他能够离开工作的地方，却躲不开那栋与自己家只有1街之隔的房子。白天拉上窗帘，晚上走出家门，他随时都可能看见妻子和情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2栋房子只间隔了几十米，一边是被留下的丈夫和3个孩子，一边是凯莉选择的新生活。距离越近，那种羞辱就越无处可逃。与此同时，他们家的钱也开始不断流向街对面。凯莉频繁刷卡，为乔纳森购买电视、衣服和电脑，甚至还添置了一辆新车。就连帕特里克工作20年积攒下来的退休金账户，也出现了冒用他签名取款的记录。2栋房子的贷款越来越难以偿还，整个家庭已经站在破产边缘，而乔纳森却从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变成了有房住、有车开、有人支付生活开销的人。婴儿房仍然保留着等待的样子，2张小床、2套用品，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唯独米西和双胞胎始终没有出现。帕特里克的妹妹金看着满屋子的婴儿用品，忍不住问凯莉，孩子已经出生那么久，为什么还不能离开医院？凯莉依旧回答说，等他们出院，一家人就会搬过来。可是他们最终等来的不是米西，而是这个家庭更加彻底的分裂。一次争吵中，帕特里克抓住了凯莉的手腕，按照当地法律，这样的行为已经足以被认定为家暴。凯莉随即报了警，帕特里克也因此被拘捕。就在他被拘留的那个星期，凯莉搬到了街对面与乔纳森同住，3个孩子则被留在原来的房子里。有一天，7岁的杜恩因为家里没有东西吃，翻出姑姑金的电话打了过去。他告诉金自己很饿，家里找不到任何吃的。金随后问起凯莉的去向，这才得知她已经搬到街对面与乔纳森住在一起。金立刻打电话质问凯莉，3个孩子独自在家，到底由谁负责照顾？凯莉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已经不想再当母亲了。这句话让金意识到，凯莉并不是一时逃避，而是真的准备离开原来的家庭。可是3个孩子不能一直无人照顾。帕特里克被拘留1个星期后，凯莉最终撤销了对他的家暴指控，让他回家照顾孩子，自己则继续留在乔纳森身边。从那以后，2栋房子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荒唐的局面。帕特里克带着3个孩子生活在原来的家里，凯莉则与乔纳森住在街对面。可即便如此，帕特里克仍然不愿放弃这段婚姻。他提出和凯莉一起接受婚姻咨询，还约她到教堂与牧师谈一谈，希望能找到挽回关系的办法。凯莉答应了，却没有赴约。帕特里克独自坐在牧师的房间里哭，妹妹金站在门外，听着哥哥的哭声，却不知道还能怎样帮助他。
经历了这一切，帕特里克仍然抱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希望。他相信，只要米西带着双胞胎来到佛罗里达，乔纳森就会回到未婚妻身边，凯莉也会重新回到孩子们的生活中。当周围所有人都已经看出这段婚姻正在走向终点时，帕特里克还在等待米西出现，等待那个能让一切恢复原来的转机。可时间继续往前走，米西没有来，账单却一张一张的到了。信用卡已经刷到上限，房贷逼近逾期，帕特里克又辞掉了原来的工作，3个孩子每天的生活仍然需要钱，他能够动用的退休金账户和银行存款几乎被这场混乱消耗殆尽。2008年4月4日，帕特里克取出了银行里最后可以动用的钱，用来维持自己和3个孩子眼前的生活。回到家后，他告诉家人，账户里已经没有钱了。这句话意味着，经过几个月的消耗，他工作20年攒下的家底已经被彻底掏空。妻子离开了，工作辞掉了，2栋房子也即将因为无法偿还贷款而失去。当天晚上，帕特里克来到街对面参加邻居的烧烤聚会，几步之外就是原本属于这个家庭的出租屋。如今，凯莉和乔纳森住在那里，而帕特里克只能站在屋外，看着自己的家庭、积蓄和生活一点点落入别人的手中。不久后，7岁的杜恩从出租屋里走了出来，他告诉父亲，凯莉和乔纳森想看一部少儿不宜的电影，所以把他赶出了屋子。与此前发生的一切相比，这或许算不上最严重的一件事，却成了压垮帕特里克的最后一根稻草。帕特里克随后找到女儿考特尼，让她去和母亲谈谈，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好在坏事发生之前去劝劝她。考特尼没有听懂父亲话里的意思，只当这又是一次普通的家庭争执，于是和哥哥 PJ 一起走向街对面的出租屋。此时兄妹2人还不知道父亲已经起了杀心。没过多久，帕特里克持枪来到出租屋门口，将枪口对准了凯莉。考特尼见状转身跑开，凯莉则开始喊叫。混乱中，凯莉腹部中枪， PJ 立刻冲上去试图夺下父亲手中的武器。2人扭打时，枪再次响起，子弹穿过帕特里克的胸口，又击中了 PJ。 I've been shot, help me. What happened? I've been shot, just get help me. 然而胸口的伤并没有让帕特里克停下来，乔纳森躲到了门后，帕特里克便隔着木门连续开枪，子弹射穿门板，击中了藏在后面的乔纳森。 We're out on Acorn Street. He's trying to break in my house. Hello, can you hear me? I have help on the way. You need to hang on, okay? Hello? 随后帕特里克强行进入房间，又向已经受伤的凯莉开了2枪。做完这一切，帕特里克走出出租屋，穿过那条分隔2个家的街道，回到自家门前的车道上躺了下来。警方赶到时，凯莉和乔纳森已经死亡， PJ 与帕特里克则被紧急送往医院，最终都活了下来。得知母亲去世后，年仅12岁的考特尼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对他来说，那一晚失去的不只是母亲，父亲虽然活了下来，却因为亲手制造了这场悲剧，再也不可能回到他的身边。短短几分钟里，他以2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父母。2012年2月22日，陪审团裁定帕特里克2项1级谋杀罪成立。辩方试图以激情犯罪为他辩护，认为这是长期背叛、欺骗和精神压力积累后的爆发。但检方指出，帕特里克早在案发前不到1个月就买了手枪，案发当晚他在第一次开枪后仍然追击乔纳森，又进入房间向凯莉补枪。这些行为让一时失控的解释失去了说服力，帕特里克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到这里，案件似乎已经结束，凶手、死者和动机都已经清楚。可在凯莉葬礼结束后，人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本该出现的人始终没有露面，她就是米西，那个让凯莉兴奋不已的女儿，那个乔纳森口中双胞胎的母亲，没有参加凯莉的葬礼，也没有在凯莉死后与任何人联系。警方开始寻找她，却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凯莉曾说米西在海洋世界工作，可那里没有他的雇佣记录，警方也找不到与这个姓名和经历相符的身份信息，找不到他生产双胞胎的医院记录。当调查人员询问帕特里克的家人谁真正见过米西时，所有人能拿出的只有凯莉分享的照片、社交媒体上的消息以及乔纳森一次又一次的转述。警方继续追查电话记录、社交媒体和 IP 地址，结果全都指向凯莉所在的位置。更关键的是，凯莉死亡后，米西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在同一时间停止了活动，没有解释，没有告别，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一条信息。警方最终相信，米西和那对双胞胎根本不存在。凯莉与乔纳森使用网上找到的照片，创造了一个怀孕女孩的网络身份。乔纳森并不是什么等待未婚妻团聚的年轻父亲，所谓的米西只是让他能够名正言顺进入沃伦家的理由。直到这一刻，之前那些看似合理的细节才显露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感恩节前所谓的身体不适是为了让米西继续缺席，双胞胎早产和住进重症监护室是为了把团聚一次次推迟，就连房间里的2张婴儿床以及亲友寄来的礼物也不再能够证明米西真正存在，而是连亲友都被卷进骗局的证明。在这套谎言中，并不存在的米西承担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凯莉直接把19岁的乔纳森带回家，所有人都会对这个陌生年轻人的身份产生怀疑。可一旦乔纳森以失散女儿的未婚夫出现，他便不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而是成为了即将加入这个家庭的准女婿。米西是他进入沃伦家的入场券，双胞胎则成了最好的掩护。只要孩子还没有出院，所有人就必须继续等待，继续体谅，也继续为这个谎言提供房子、金钱和信任。这也是整个案件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女人，却在凯莉和乔纳森的谎言中左右了一个真实家庭的生活。帕特里克因为他接纳了乔纳森，孩子们因为他期待一位素未谋面的姐姐，亲友们也因为他寄来了礼物。所有人都在等待米西走进家门，却没有人知道，他们苦苦等待的那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出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熊，下期见。